周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通电话，双方就因乌克兰危机外溢引发对欧洲的挑战以及两国关系等交换意见。王毅与西雅尔多上一次通话是在4月初，但3个多月以来，欧洲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能源安全已经严重威胁欧洲经济。在周日的通话中，西雅尔多向王毅介绍了当前欧洲和匈牙利的形势，特别是匈方因乌克兰危机外溢面临的经济金融挑战，表示匈方对匈中各领域合作成果，特别是经贸投资合作顺利推进感到高兴，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推动匈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欢迎中国企业赴匈投资，将提供便利和良好环境。王毅说，乌克兰危机不仅给欧洲造成严重冲击，负面外溢效应也波及全世界。中方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当事方，但我们并未袖手旁观，更不会火上浇油，始终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地劝和促谈。为长远计，各方应探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实现持久和平安全。王毅表示，中方支持中国企业赴匈投资兴业，希望匈方提供稳定的政策预期和良好的营商环境，相信匈方将继续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推动欧盟采取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西雅尔多表示，中国从来不是欧洲对手，而是带来合作机会的伙伴，匈方将继续致力于促进相互尊重、公平互利的欧中合作。这次的讲话表明了中国一贯的对匈牙利这个国家、中东欧国家、对欧盟国家，我们非常重视这个关系。我们也希望乌克兰危机能够通过一个对话和协商的问题得到解决。也就像王毅外长说的那样，最好能够建立一个持久的、持续的、安全的、稳定的欧洲安全架构。当然，这样一个架构呢，还是有待于各方，特别是冲突直接关系的各方，特别是俄罗斯、乌克兰，包括欧盟，要他们来解决。上周三，匈牙利政府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采取了禁止木柴和燃油出口等管制措施，以应对俄乌冲突和欧盟对俄制裁引发的能源危机。匈牙利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超过 95%， 石油依赖程度接近 60%， 但欧盟6轮对俄制裁忽视了匈牙利的能源需求，直接导致匈牙利6月通胀飙升至 10.7%。 此外，今年4月，欧盟以匈牙利司法改革等不利为由，宣布启动制约机制程序，停止向匈牙利拨付70亿欧元的新冠疫情复苏基金等，也令匈牙利与欧盟关系恶化，多次在对俄制裁中投下反对票。我们看到在能源领域，那么匈牙利主要依赖俄罗斯，所以这就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地位，就是政治上和经济上是有冲突的。所以呢，这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那么匈牙利这个受到很大的冲击，在这个情况下它比较被动。本月，欧洲迎来今夏的第2波热浪，葡萄牙部分地区气温超过46摄氏度，该国1周内就有238人因高温丧生。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爆发山火。英国于上周5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发布有史以来第1次极端高温红色预警。高温之下，用电需求激增，欧洲本就面临天然气供应危机，高温干旱导致水力、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下降，让欧洲的能源问题雪上加霜。近期俄乌冲突外溢效应集中在一台涡轮机上。今年5月，北溪1号一台关键性涡轮机故障，俄气公司随后将该管线的输气能力降低 60%。涡轮机制造商德国西门子公司随后将其取回并送往位于加拿大的车间维修，但修好后，加拿大以违反对俄高科技产品禁运制裁令为由，拒绝将其交还，这可急坏了德国政府。在数周的交涉后，加方终于在7月9号给这台涡轮机签发豁免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当时称，这是个艰难的决定。有知情人士周一透露，加拿大方面已经于周日把这台涡轮机通过航空物流送到德国，在物流和海关顺利的前提下，5到7天后将被送抵俄罗斯。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打电话表示，乌克兰人永远不会接受加方把涡轮机送给俄罗斯的决定。他还指责加拿大政府违反了对俄制裁。乌方同样也给德国政府施压。德国能源监管机构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局长克劳斯·穆勒周日就表示，德国需要储存天然气来度过冬天。
全球最大的化肥企业挪威雅然表示，该公司过去一段时间疲于应付天然气短缺和价格飙涨的问题，但公司的应变弹性有限。欧盟布鲁盖尔智库指出，虽然俄方还没有全面报复欧盟的制裁，但欧盟现在正在感受被制裁的滋味。一旦俄方停止供应，欧盟的任何补救措施都无法填补天然气需求的黑洞。该智库建议，必须将未来10个月内将欧洲的用气硬性降低至少15%。俄罗斯和德国和欧盟都处在一个胆小鬼游戏就是看谁先眨眼。那么从短期来看，如果切断这个北溪1号天然气供应，对德国的影响会非常大。但是从长期来看，如果这条管道长期处于不供应状态、不工作状态，对俄罗斯影响也非常大。那么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出口是它财政收入很大的一个来源，所以围绕着北溪1号，包括能源供应，以后还会有一系列博弈。值得注意的是，在天然气危机警报尚未解除的情况下，周一欧盟外长会再次讨论对俄加码制裁问题。法新社指出，此前6轮制裁使俄罗斯经济陷入孤立，但并没有击退俄罗斯。据悉，欧盟将跟随7国集团峰会达成的决议，对俄罗斯黄金进行制裁。而刚刚于印尼雅加达落幕的20国集团财长会并未发表联合声明，因为各国财长在对俄制裁上分歧显著。路透社认为，这次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乌克兰裔的加拿大财政部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南在会上攻击参会的俄罗斯代表团，他反对邀请俄方参会，形容这就像邀请纵火犯参加消防队会议。英国《卫报》报道称，尽管会前西方国家多次施压主办方印尼不要邀请俄罗斯，但最后印尼还是顶住了压力，向俄罗斯发出邀请。俄财长西卢安诺夫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加拿大、英国还有澳大利亚，为什么这些国家后方国家会反而比较激烈呢？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在能源上对俄罗斯没有任何的依靠，即使切断了和俄罗斯所有的经济贸易联系，对他们也没有影响。我们也要注意在西方国家内部乌克兰移民的这样一些重要的影响力，比如说现在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也是乌克兰后裔的移民，所以呢，这些乌克兰移民对所在国的这个对俄政策、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都会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美国财长耶伦也声称，20国集团的会议没有俄罗斯的一席之地。据悉，耶伦已经赶往他此次亚洲访问的最后一站韩国。美国财政部表示，耶伦将在首尔继续推动拟议的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他多次声称要给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限价，并以此作为对俄罗斯可继续向国际市场销售石油的豁免。耶伦称，限制俄罗斯油价除了让普京无法为其战争机器获取所需的收入，同时也帮助抑制美国的高通胀。彭博财经的石油战略分析师朱利安里在《华盛顿邮报》发表分析文章指出，这个计划真正奏效的概率微乎其微，因为普京绝不会将经济主权拱手交给美国，而且俄罗斯石油也不愁买家。